这个是拐弯抹角，玩法是将这个 U 型环取下来。如果是顺着这个弹簧往上走，你会发现它根本行不通，走到头就会被挡住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智力解扣是一款有趣的益智玩具，它可以锻炼观察力和逻辑思维能力。回到开头，正确的解法是，我们将 U 型环从中间穿过去，然后往上旋转。在玩这些益智解扣的时候，无形之中锻炼了空间力、动手动脑能力、专注力还有耐心。智力解扣种类有很多样，难度不一，不仅孩子可以玩，成人老人都可以玩。和孩子一起研究他的诀窍和技巧，促进亲子感情，动手动脑。准备开始，发射。打败的又是红色，发射。红色的，看你们两个，发射。我要赢了。好，这是一个有72种变化的魔方。打开后，我们得到了一个六芒星，将这3个角往下翻，得到一个三角体，再将这3个角往里翻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多面体。打开多面体，重新组合，可以得到一个立体视觉的图形。将中心的3个角往上翻，再对折，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多面体。我们把这个多面体打散，3个角往里翻过去，它就又回到了六芒星。将六芒星对折，它就变回了正方体。多个磁力魔方搭配，还能解锁更多新的形状。今天来挑战魔珠拼图第30关，这几颗不能移动，把剩下的珠子全部拼上。这还不简单吗？上面我先放这一根长的，再放这一块。这个拼图的玩法有点像俄罗斯方块，还剩下一块放不下了。调换一下好像也没用，重新再来。我应该先放这些形状比较奇怪的，把它们放了之后，后面的就容易了。这块浅蓝色的放这里。这次还剩下橙色的这一块，我觉得下面这3块的位置应该没错，左边还可以放这一块，它们两个是很好的搭配。好的，这次可以了。还有没有更难的？当然有了，来试试第40关。提手旁你们要不要？提手旁我有，拐弯的拐，可以啊。拾金不昧的拾，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我有抄写的抄，抖动的抖，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那你继续吧，我不要。我也心字底，心字底我有啊。这个是悲伤的悲对吧？想念的念，忐忑的忑，忐忑的忑。那我加上这个我就炸了，自缢的自，对吧？炸了。你炸了，你继续出。我出一个月，还有一张月，胜利的胜。你要不要？不要。不要，你继续。我继续。不要让我走出一个，你们都火字旁，你们能不能接上？火，我直接消灭。你赢了。这是一个有名的智力测试玩具，将这个圆柱体放进底座，你能在不使用工具和不移动底座的前提下取出这个圆柱体吗？徒手去抓圆柱凸起的部分是无法将它取出来的。当然了，除非你的指甲很长，否则我们只能放弃这个想法。发挥你的想象力，你还能想到其他方法取出这个圆柱吗？鲁班立方这个项目需要选手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7个不同形状的组件拼成3×3×3的完美立方体。它错误的拼法有上100种之多，是一款非常考验空间能力的益智玩具。每个小方块里面都有一个永久性小磁铁，可以根据拼搭的方向而自动转动，而且精选磨砂设计，手感更好，圆角打磨，圆润不伤孩子手。今天我们来玩幽灵捕手第10关。这款拼图一共有60个关卡，前20关都属于简单级别的，难度不高。这里有一个提示，可以先把这一块放上去。
下面放这一块。双斗手电的可以放在右上角，要让手电筒的光照到这些阿飘，把所有的拼图都拼上才算闯关成功。最后这一块放不下了，拼罐不能反着用的，所以这个方向是不对的。我们再来调整一下，绿色这一块先拿掉，放在这里好像也不对，红色的也拿掉。右下角也只有绿色可以了，这3块应该没错。我们把这一块放中间，红色的放到下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第10关搞定。这个立体几何训练器非常有趣，通过折叠翻转可以改变多种不同的几何形态。孩子在玩的过程中能学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知识，在玩的过程中感受空间变化的关系，比如图形对称、空间错觉、视觉错位，每个立方体都可以变换多种形态，发挥想象力，利用几何的点线面架起空间逻辑的桥梁，让孩子在玩乐中接触到几何知识，感受几何变化的魅力。如何将这4把锤子平放进这个底座呢？这是一个有趣的智力拼图。首先，这4把锤子的形状大小是完全相同的，加上底盘也是正方形，我们可以朝着对称的方向去找答案。这一块放在右下角，这样拼的话，这个角还多出来一点，我们再来试试。这款拼图虽然只有4块，但不得不说还是有一点难度的。不过经过我刚才的尝试，我已经找到了方法。下面我就来验证一下，2把锤子垂直摆放，另外2把也一样，摆出一个风车的形状。好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最后的答案也是符合中心对称的，你们猜到了吗？下期视频我们继续挑战同系列拼图难度更高的4把巨子。这个叫钉子扣，玩法是把它们分开，直接分是分不开的。正确的方法，先把左边的这个钉子放正，再拿右边的这个钉子朝这个位置转半圈，向左轻轻移动，侧着方向就分开了。智力扣是一种经典的益智玩具，它非常考验逆向思维和观察力，在玩智力解扣的时候，无形中锻炼了动手动脑能力、空间想象力、逻辑思维以及耐心和专注力。智力解扣难度不一，从易到难，种类多样，成人、儿童、老人都可以玩。如何将这个正方形的木板完全装进布袋不露出来呢？这是一个有趣的智力测试。很明显，布袋的深度是不足以装下整个木板的。我们来看看布袋里面，也是没有夹层或者机关的，很正常。木板也很结实，不能折叠。乍一看的话，想要把木板完全包裹住，好像不太可能。其实这是一个考验空间力的玩具。我们在装回去的时候，可以改变布袋的形状，将木板平着放，套上2个角。这个玩具也很考验手的操作性，有的玩家即便是想到了方法，也很难将它套上。就像这样，用手指上下搓动2个角，向中间靠拢，这样就把它装进去了。这个方法你们想到了吗？这个叫铜牙力齿扣，玩法是把它们分离开，直接分是分不开的。正确方法，先把左边的钉子拿正，再拿起右边的钉子向上抽取，向右卧倒，沿着轨道一直走，这样就走出来了。智力扣是非常经典的益智玩具，
在玩的过程中无形地锻炼了动手动脑能力、空间力、逻辑思维以及耐心和专注力。智力解扣难度不一，从易到难，种类多样。这些智力解扣不仅孩子可以玩，成人老人都可以玩。这个是拐弯抹角扣，如何将这个 U 型环从上面取下来呢？我相信大多数人看到的第一眼，应该是顺着它的轨道往上走，等到转到顶部以后才发现，这条路其实是走不通的。我们需要换个思路，先让它回到起点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，我们可以将 U 型环穿过中间的柱子，然后再往上旋转，把 U 型环套到柱子的右边，再往下旋转，这样就可以将它取下来了。在玩智力解扣的时候，无形中锻炼了动手动脑能力、空间想象力以及耐心和专注力。据说这个是诸葛亮小时候的玩具，叫孔明棋。它的规则是，全部棋子摆满后取出中央的一颗，棋子只能横向纵向不可斜向，跳过相邻的棋子到空位上，被跳过的棋子即被吃掉。按照前面的方法继续移动，直到最后走不下去，数数还剩几颗棋子，剩下的棋子越少越厉害。如果只剩下一颗，且在棋盘的正中间，那你就是天才。要做到只剩一颗棋子，需要我们合理的计算每一步，纵观全局，慎之又慎，才能盘活这一盘棋。这个游戏是要用光碟穿过纸中间的方孔，很明显，光碟的直径要远大于正方形的对角线。乍一看，想要穿过去似乎不太可能，但是当我们了解了空间折叠和虫洞原理之后，你会发现它们和这个游戏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知道它的原理吗？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尝试。这个无限百变魔方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玩的玩具，通过折叠翻转可以改变多种不同的几何形态，长方体、三角体、多面体、立体视觉图形，利用几何的点线面架起空间逻辑的桥梁，让孩子在玩乐中接触到几何知识。魔方的关节翻转流畅，结构稳定，可以循环折叠，轻巧便携，能够随时随地拿在手里把玩，是一款适合所有人玩的解压神器。发挥想象力，感受空间结构的变化，发现更多新的玩法。今天我们来玩羊了个羊卡片桌游，先把它们全部倒出来。卡片还挺多的，一共有240张卡片，还加入了复活卡和万能卡。这套卡牌有多种玩法，第一个是经典玩法，将卡片随机叠在桌子上，下方有7个槽位，3张相同的即可消除，槽位填满则失败。除了经典玩法之外，还可以多人对战，每个玩家先发7张底牌，再依次抓牌，3张相同的消除，先把底牌消除完的为胜者。快来和朋友一起挑战吧！今天来开箱羊了个羊游戏卡牌，先拆开塑封包装。这是它的说明书，卡片还挺多的，一共有240张卡片，还加入了复活卡和万能卡。这套卡牌有多种玩法，第一个是经典玩法，将卡片随机叠在桌子上，下方有7个槽位，3张相同的即可消除，槽位填满则失败。除了经典玩法之外，还可以多人对战，每个玩家先发7张底牌，再依次抓牌，3张相同的消除，
先把底牌消除完的为胜者。快来和朋友一起挑战吧！把1挪到6的位置，9往右，6往下，1就归位了。后面是2、3刚好，再把4推过去，4要到8的位置。这个时候小朋友就要思考了，思考锻炼脑力逻辑思维。我们让1先下来，8过去，4就归位了，再把8移开，第1排就完成了。第2排开头5、6刚好，再把7推过来，然后是8， 8要到12的位置。我们模仿第1排，让5下来，12过去，8就归位了。第2排也完成了，第3排开头是9、10，接着11。第3排完成，那剩最后一排的数字就比较难了，因为它挪动的范围只有一个空间。我们可以采取一个转圈的方式，这4位数字排好就先不要动了，再把后面的数字按顺序依次排列，然后我们再全部往后退，那这个15粒的数字华容道就完成了。对，开始。还有一个，这个。我赢了。哇，你手都这么快！玉米，吃掉。你继续。铃铛，铃铛，消掉了吗？消掉。继续。啊，又消掉了。又消一个，厉害了。有一个铃铛，手套。来，我吃掉。我一个都没消掉。叉子，白菜。白菜我吃掉。我快赢了。白菜，奶瓶。铃铛不是胡萝卜。胡萝卜。炸花。铃铛。啊，终于赢了，我先赢了。你两个都赢了。我先。将一个小铁球放到上面，小球下去之后，通过轨道弹起来，又滑落到盘子里，继续下落，这样循环往复，造成了一个涌动的假象。正常来讲，小球下落的势能是不足以摆脱自身引力，再跳到起始高度的。其实想知道它有没有借助外力，我们只需要等到它没电了，看还能不能弹起来。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它是用电的，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开关，我们只需要轻轻的点一下，这才是小球弹起的正常状态。大概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装置，我猜测可能是电磁驱动的装置。小球滚到这里，它会产生一个向上的推力，这是什么原理呢？有朋友知道吗？它的充电口藏在了底座下面，我有测试过，充满电可以连续运行4个小时左右。把它放到床头也是一个不错的摆件，这声音有助于失眠。这个玩具叫平面滚珠，它是一款非常锻炼小朋友注意力和协调能力的益智玩具。玩法是将珠子恢复到红白分开的状态，移动中间的滑块，每一次可以通过4颗珠子。它的玩法简单，容易上手，但也需要我们合理的计算才能做到两边对称、红白分开的效果。有了它以后，手机游戏什么的都是浮云。平常无聊，和孩子一起研究一下它的诀窍和技巧也是很有乐趣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很多人看到的骰子应该是立体的，其实它这个位置是凹进去的。一个神奇的现象，一旦你知道它们是凹进去的，你的眼睛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这个无限百变魔方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玩的玩具，通过折叠翻转可以改变多种不同的几何形态，
长方体、三角体、多面体、立体视觉图形，利用几何的点线面架起空间逻辑的桥梁，让孩子在玩乐中接触到几何知识。魔方的关节翻转流畅，结构稳定，可以循环折叠，轻巧便携，能够随时随地拿在手里把玩，是一款适合所有人玩的解压神器。发挥想象力，感受空间结构的变化，发现更多新的玩法。这个叫做钥匙锁，两把钥匙合在了一起，想要把它们分开不能太着急，用蛮力是打不开的。仔细观察，这两把钥匙上面都有凹槽，通过这些凹槽就能找到它的正确路线。下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遍。这款玩具比较考验我们的逆向思维能力，就像走迷宫一样，只要找到正确的路线就可以把它们分开。你看懂了吗？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玩的 puzzle， 叫薄荷棒，长得很像一根麻花，它和鲁班锁的原理有点像，打散比较容易，只需要抽走其中一根，它整个就会散掉。这4根铁丝的形状和大小都是一样的，要把它们组装回去，很多玩家首先想到的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去拧，这样是没办法将它们拧在一起的。初次去玩的话，这个 puzzle 还是挺有挑战的。它正确的方法是，我们先拿2根拧在一起，拧好之后再加上第3根也拧上去，形成一个这样的形状。最后一根就比较关键了，它不是拧上去的，我们要把它穿进这个夹缝，顺着缝隙往上挤，到达顶部就组装完成了。这是一个有趣的智力谜题，一个透明的瓶子里放着一颗红色的小球，你能想办法把这个小球给取出来吗？瓶子的顶部插着一根透明的管子，一直延伸到瓶子中间，小球可以从这里出来。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小球移到里面呢？如果是把瓶子倒过来，利用惯性来回晃动，也是很难让小球准确的掉落到管子里的，而且这个方法也不是最佳的解法。这里他给了一个线索，是一张说明书，上面写的是使用我们的地铁规划图，这背面是一个地铁线路。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？发挥你的想象力，该如何取出小球呢？可能有小伙伴已经猜到了，它正确的解法是这样的，我们用纸条穿过管道到达瓶子的底部，把小球移到纸条上，然后慢慢的抽出纸条，这样就可以顺利的把小球给带出来了。这个方法你们想到了吗？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你还能想到其他的解法取出小球吗？这个解扣的名字叫两小无猜，怎么把它们分开呢？不知道方法是有一定难度的，从这里不行。正确的方法是，我们用右边的解环压住左边的，再旋转半圈，最后抽取，它们就分开了。你看懂了吗？这个是高难度解环里的回形环，怎样才能把这个 U 型环取下来呢？你是不是会顺着它的轨道往前走？走到头你会发现这条路根本走不通，到这里就会被挡住。智力解环是一款比较考验观察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益智玩具。我们回到起点，如果是从这里往上去呢？可以看到这里也是走不通的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它还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和刚才一样，我们依然是走到这里。接下来把这个 U 型环垂直向下，穿过回形环的中心，然后再抽取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。玩智力解扣的时候，锻炼的是手脑协调、逻辑思维以及专注力。智力解扣从易到难，种类有很多，是一款老少皆宜的益智玩具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鲁班机关盒，这个盒子开启的方法需要3步。这上面是一个可以活动的滑盖。首先第一步在这个地方，将右边这个木块往上提到顶，这个时候中间的滑块可以往右边移动一些。第二步，把左边的这个木块掀起来，滑盖再往左边移动，这样右边这个木块就可以取下来了。最后再将这个盖板也抽出来，整个机关一共就是这3步。猜猜我是谁？我们随机抽一张卡片。这次我先问了。好。你的是不是男生？是。那我把女生给去掉了。你的是黄色头发吗？黄色头发，是的。是的。这个问题问得好啊。那就可以 get 到很多啊。你的有没有戴帽子？不戴。不好了。你的是女生吗？是的。那我就赢了。这么快啊你？这个对吗？
好，你赢了。你的是谁啊？我的这个。这把说太快了。这个是猫耳扣，怎么把它们两个分开呢？我们从左边和右边都是出不去的。这个解环考验的是观察力和空间力。首先我们将右边的解扣旋转半圈，再斜着向左边移动到这个位置，最后抽取，这两个猫耳朵就分开了。益智玩具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智力开发很有帮助，经常玩这些智力解扣不仅锻炼逻辑思维能力、空间想象力，还能培养耐心和专注力。这是一个检测智商的小玩具，如何把它们两个分开呢？它的缝隙太小，不足以将铁球穿过去。各个方向我们都来试一下，这里不行，这里也不行。从它的结构来看，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。该怎么分开呢？其实知道方法也很简单，我们先将左边的铁环放正，然后将右边的铁环斜着往左上方推，到这个位置，两个铁球再错位穿过，这样它们就分开了。经常玩这些智力解扣，对我们的智力、空间力和逻辑思维能力都有帮助。这个铁环是怎么出来的？你们看懂了吗？同款智力解扣可以到视频的左下方购买。今天的拼图每一块都是一个生肖，一共有12个，要将它们平铺进这个木盒里，难度很高。大白兔放在左下角，左上角放老虎，右下角放马过来，最后一个角把小狗倒着放上面，这样盘子的4个角就摆好了。边上我们继续放羊、鸡、牛，然后把最大的龙放在中间，猴子、蛇见缝插针放里面，老鼠放在上面这个空间，最后把二师兄放在右下角，这样12生肖拼图我们就拼好了。这个立体几何训练器非常有趣，是对数学非常着迷的德国艺术家安德里亚斯发明的。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可以学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，在玩乐的过程中感受空间变化的关系，比如图形对称、空间错觉、视觉错位，每个立方体都可以变化多种形态，发挥想象力，感受模型的结构、空间的变化，发现更多新的玩法。玩着玩着就锻炼了空间思维，看着看着就领会了几何之美。多个一起组合，可以解锁更多复杂的形态，产生更强的视觉冲击力。如何将这两个铁环合二为一呢？如果我们先让上面系在一起，下面的螺纹就对不上了。将右手边的铁环颠倒过来，让它们的螺纹对到一起，旋转，你会发现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先让这两个环放正，接着让它们相互交错，最后再用手指往上一挑，它们就合为一体了。经常玩这些益智玩具，对青少年儿童的智力发展大有益处。这个24件智力解扣可以培养孩子动手动脑的兴趣，善于观察思考，对学习数学物理起到辅助的作用。这个是回形环，怎样才能把这个长条取下来呢？如果我们顺着它的轨道走，走到头你会发现这条路根本行不通，到这里它就会被挡住。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先回到起点，其实还有一条路，不知道你们看出来没有？我们反其道而行，从另一个方向出发，一直到左上角，从这里穿进去，然后再垂直向下，套过回形环的中心，抽取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。玩智力解扣的时候，锻炼的是手脑协调、逻辑思维以及专注力。智力解扣从易到难，种类有很多，是一款老少皆宜的益智玩具。如何将这两个三角形拼成一个菱形呢？这两个三角形的大小是一样的，背面都有凹槽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方法，胡乱去拼的话，是没办法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。正确的方法，我们先将黑色的铁块背面朝上放正，再将另一块正面朝上压在它上面，然后把上面的铁块旋转180度，这样它们两个就合在一起了。经常玩这些益智玩具，对青少年儿童的智力发展大有益处，培养孩子动手动脑的兴趣，善于观察思考。如何将这4根铁丝组合在一起呢？它们的大小和长短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将这4根放在一起去拧的话，是没办法让它们合在一起的。该怎么办呢？
正确的方法，我们先将其中的3根放到一起，拧成这样一个形状，最后再装第4根。这一根不是拧上去的，而是顺着它们的轨道往上穿，一直到达顶部就可以组装完成了。经常玩这些益智玩具，对青少年儿童的智力发展大有益处，培养孩子动手动脑的兴趣爱好，锻炼逻辑思维和空间力。这是3个相同质量的铁块，你知道怎么将它们组成一个圆球吗？铁块的形状是根据榫卯结构制作的，如果我们先让其中2个合在一起，另外一个就没办法装进去了，换个角度也不行。正确的方法，我们先让其中的2块摆成这样一个形状，距离拉到最大，然后放第3块。在放这一块的时候，要让这3个铁块彼此搭在一起，组成一个三角形的空间，然后再用力向里推，这样它们就合在一起了。经常玩这些益智玩具，对儿童青少年的智力发展大有益处，培养他们动手动脑的兴趣爱好，锻炼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想象力。今天我们来玩1星难度的魔晶0。这款魔晶的目的是将这2块三角形的铁块拼成一个菱形，它们2个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将其中一块反过来，可以看到下面的凹槽和这个凸出来的部分是对得上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要怎么将它们平整的扣在一起呢？我这里先列举几个普通玩家上手之后会出现的几个操作，比如说这样放，或者是这样。在魔晶系列里面，1星难度是最简单的，也正因为如此，空间力好的小伙伴完全有可能隔着屏幕推测出这款魔晶的解法。我们只需要将上面的3角逆时针方向旋转180度，它们2个就合在一起了。这道题你答对了吗？我之所以经常玩这种简单的魔晶，是因为它们比较直观也容易理解，这样屏幕之外的你们也更有参与感。话说留给我的1星魔晶也没剩几个了。这里有2根不寻常的钢丝，我们像这样先把它们扣在一起。要把它们分开，我们可以一手捏住一头往外拉，可以看到这2根好像是在慢慢分离，但是仔细再看看，我们一直往外拉，它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，好像是在无限延伸。你能看出这是什么原理吗？经常玩这些益智玩具可以培养孩子的空间力和观察力，在玩的过程中无形之间锻炼了逻辑思维和专注力，并学会在生活中利用逆向思维去分析解决问题。老妈，你先。这套无限翻转魔方非常有趣，我们可以任意折叠得到不同的形状，是经常被学校老师推荐的一款益智玩具。它主要锻炼小朋友的空间力，认知几何图形的规律，感受空间模型的变化，培养孩子学习几何的兴趣爱好。每个无限魔方都可以变换多种不同的形状，结构稳定，翻转流畅，适合随时随地把玩。魔方每个面都印有精美的艺术插画和对应的英文，不玩的时候也是一件不错的摆件。益智类的玩具能够帮助儿童培养手脑协调的能力，有助于提升孩子的专注力与耐心。同款无限魔方可以点击视频的左下角购买。这个叫钉子扣，要把这2个钉子分开该怎么做呢？上下左右我们都来试试。很明显这个间隙是无法直接通过的，把它们分开需要一点技巧。我们先将左边的钉子放正，再拿右边的钉子朝这个位置转半圈，然后向左移动到尾部，侧着方向就可以取下来了。智力解扣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玩具了，这里平均每一个解扣只需要1块多钱，对于学生党而言零花钱不多，也想体验解发时的快感，这套解扣就很合适。它的体型虽然小了很多，但在难度上并没有缩水，有些解扣的难度堪比5星魔晶。最重要的是它的种类有很多，大概有几十种，可以玩好长一段时间。今天我们来组装立体版的金枪鱼拼图，先从它的这一边鱼腹开始。外壳上都是有轮廓的，所以这些鱼块也比较好找。
这个小三角形就是它的尾部了，中间再放一块填满。现在鱼骨也可以装上去了，这一块不知道什么部位，这些小的应该是鱼肝、鱼心。继续装另一面，和前面一样，鱼块的形状比较明显，很容易区分。然后将这两半合在一起，鱼身部分就搞定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组装鱼头部分。这是鱼眼，和鱼身合体，再把尾巴装上去，最后放到烧烤架上。这样一个鲜美的金枪鱼我们就做好了。它的名字叫步步惊心，也叫困鼠梯。玩具的目的就是取下这根绳子，我们不能用剪刀，也不能用牙咬。我研究了7期49天，终于找到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看懂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先将这根绳子向左拉直，再从右边第一个环里掏出，绕到第4个环上拉紧，再从第3个环里掏出，绕到第4个环上拉紧。我们继续再从第2个环里掏出，还是要绕到第4个环上拉紧。现在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规律？接着是从第3个环出来，绕到第4环拉紧。绳子在哪一环下面，我们就将它从哪里掏出，然后绕到第4环。继续重复刚才的步骤，这样很轻松就可以把绳子取下来了。这个益智玩具是钥匙锁，如何将这两把钥匙给分开呢？我们用蛮力硬拉硬扯是解不开的。仔细观察可以看到，左边的钥匙有很多凹槽，通过这几个缺口就能找到正确的路线。下面我就来演示一遍它的解法。益智玩具锻炼的是发散性思维，在拆解和组装的过程中，孩子的智力得到了发展，逻辑思维、空间力以及专注力也得到了提升。猜猜我是谁？我们随机抽一张卡片。这次我先问了。好，你的这个人物他是不是男生？不是。不是男生。我把男生都盖掉。好，该你了。你的戴帽子吗？戴着呢。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可以改掉好多。可以改掉很多。那你的这个人他有没有戴首饰？戴着呢。戴首饰的，这个没戴，这个也没有，也没有。那还有3个，我快赢了。你的有没有胡子？有胡子。有胡子。我还有2张。坏了，你还有2张。你的这个人他脸上有没有雀斑？有。有，那就是他了。这个。那我赢了。你赢了。这里有2个木片，你觉得哪一个更长呢？我想很多人应该会选下面这一个。那现在我们让他们2个交换一下位置，这样再看是不是1号就更长了？这是什么原理呢？将它们对齐再来看看，依然是谁在下面谁就更长一些。其实这是一个视觉错位的游戏，2个木片一直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同样的游戏还有这2个桌子，你们觉得哪一张的桌面更长一些呢？相信现在你们应该都能猜出来了。没错，这2个桌面也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来组装一个榫卯结构的五角星。这5个木条看着相同，其实凹槽的深浅不一，尺寸很有讲究。初次安装，如果没有找对步骤，也是很难的。榫卯工艺是古人智慧的结晶，你们知道这种榫卯结构主要用在哪些方面吗？如何取出这个玻璃瓶里的铁环呢？这是一个十分烧脑的益智玩具，我们直接拉这个木棒是取不出来的。想要把它解开，至少需要3步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把铁环移到木棒中间的长孔里，就是这个位置。第2步，我们把铁环拉上来，套到木棒的中间，再将它移到木棒的底部。到这一步，圆环就可以脱离木棒掉到瓶子里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直接取还是取不出来的，圆环太大会卡住瓶口，该怎么办呢？最后一步交给你们来思考，想到答案呢可以把它写在评论区。今天我们来拆解5星难度的魔金方，想把这4个组件给打散，没找到技巧，硬拉硬扯是没用的。我研究了7期49天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，可以1秒解开。这4个铁块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，中间都有一根可以伸缩的柱子，就是它将这4个组件给连在了一起。
该怎么装回去呢？这才是这款魔晶最大的难点。如果是先让他们两两一组，装好备用，然后再将两组扣在一起，可以吗？毕竟它也是5星难度的，当然没有这么简单。正确的方法要先把里面的柱子给缩进去，再压住它，这样开口可以拉出距离。另外2个也是同样的步骤准备好，最后再将这2部分交错，凹凸相扣，同时往里推，我们就组装完成了。这个是智力魔珠，一款进阶式的闯关游戏，有立体玩法和平面玩法。如何将它摆成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呢？这个时候，小朋友就需要思考了，通过玩益智玩具来培养他的空间力，训练并逐渐建立起孩子的手脑协调。这款智力魔珠一共有100多个关卡，开局有1、2颗珠子是固定的，每个关卡都需要小朋友认真的观察、思考，寻找它的最优解法。说明书有每个关卡的参考答案，盒子的背面是不同的关卡，增加了挑战的内容，丰富了可玩性。底座也是收纳盒，大小适中，方便收纳。这个俄罗斯方块真是超级好玩，完全代替了电子版的俄罗斯方块，解决了孩子一直玩手机的问题。在玩积木的过程中，让孩子认知颜色和几何形状，学习不同形状的分解与组合，使小积木块完整的拼成一个整体，同时也训练孩子思维的敏捷性。这是一款动手动脑的益智玩具，它看似像一个魔方，其实是可以变换多种形状的。6芒星，翻转这3个角可以折成三角体，3个角再往里边折，可以得到一个多面体。把多面体打开，3个角往下按，可以变成一个立体视觉的图形。利用几何的点线面架起空间逻辑的桥梁，感受几何变化的魅力。魔方内含36颗强化磁吸，轻松折叠就能合到一起。多个磁力魔方搭配，还可以解锁更多新的造型。家里的孩子如果想要这个几何魔方训练器，你可千万不要点开左下角小黄车给他买，因为这个玩具太好玩了，不仅会培养孩子的手脑协调，还会锻炼他的空间力和专注力。一旦有了这个玩具，孩子连手机和小霸王都扔到马桶里不玩了，天天玩这个玩具。等下爱上动手动脑拆装几何模型的活动，可能会激发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天天惦记着要不要把家里的缝纫机、收音机、BP 机拆下来再装回去，可能还会研究院子里的拖拉机是怎么跑的。所以你就不要点击左下角小黄车给他买了。这个是蜗牛环，要取下这个 U 型环，你是不是会顺着它的轨道走？走到头你会发现这条路根本行不通，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先回到起点，重新开始，翻个面，从另外一个方向出发，到左上角这里，我们穿过圆环，再垂直向下套过中心的环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。玩智力解扣的时候，锻炼的是手脑协调、逻辑思维以及专注力。智力解扣是一款老少皆宜的益智玩具。千万不要让家里的孩子看到这个几何训练器，因为这个玩具太好玩了。有了它之后，孩子可能连手机都扔到垃圾桶里不玩了，每天只玩这个玩具，还培养了动手能力和空间力，锻炼了专注力和手脑协调。经常玩它，万一爱上了自己动手拆装，可能会激发他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，天天寻思着要不要把家里的录音机、吹风机、电视机都拆下来再装回去。如果他又对院子里的拖拉机有想法，把发动机也拆下来就麻烦了。所以还是不要点开视频左下角的小黄车给他买了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一款几何拼图，目的是把这一块数字石也加入到里面。这个拼图是8级难度的，你们觉得我多久可以搞定呢？没找到方法也是拼不好的。我们仔细观察，这10块梯形的尺寸是一样的，并且斜边的长度是上底的2倍，很明显，这是一个数学题。我们将2个上底贴着斜边摆放，那这里刚好可以竖着放一块。这半边已经拼好了，如果它是对称的，对角这里也能摆出来了。好的，这次可以了，还有一块也放上去，搞定。你们觉得这个拼图有难度吗？你现在要折叠出来一个什么？兰陵王的刀。兰陵王的刀？兰陵王的刀是什么样的？这样的，这样的。哎，怎么用的？这是刀吗？这是刀。穿甲跟兰陵王的刀不都是一样的？兰陵王的刀一这样，它就变成穿山甲了。穿山甲？哪里像啊？这个就是孔明锁里面的心形锁，今天我就来演示一遍它是怎么组装的。打散之后，这就是它所有的零件。我们先从这2块大的心形开始组装。
孔明锁的组装有些难度，是比较锻炼智力的。传说孔明锁是三国时期诸葛亮依据八卦原理发明的益智玩具，民间通过榫卯结构，又在标准孔明锁基础上衍生出了其他种类的孔明锁，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益智玩具。孔明锁凹凸部分啮合巧妙，无论是拆还是装，每一步都有讲究。而它不用一钉一铆，完全靠自身结构支撑，竟能如此稳固，也体现了古人不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。在所有木条没有完全装进去之前，它都是很松散的。一旦我们将最后一根也装上，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固的整体。现在就剩最后2根了，我们先把它们2个组合在一起，再把它们放进去，这样这个新型锁我们就组装完成了。猜猜我是谁？我们随便抽一张卡片。我先问了啊。问吧。你的是不是男生？不是。那我把男生全部改掉。给你了。你的是不是老人啊？不是。好了，该你了。你的是不是黄色头发？黄色头发？不是。给你了。你的是不是女生？不是。好了，该你了。你的戴不戴帽子？不戴。给你了。你的是不是光头？不是。你的是不是玫红头发？玫红头发？是的。不会赢了吧？还有一个，我要赌一把吧。你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小孩啊？不是。那我就输了。你的这个人他戴不戴首饰？不戴。那你的就是这一张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只有4块，它虽然只有4块，难度等级却是9级。这4块都有直角，我们先找一块开始。角度没有找好，3块都放不下。这款拼图设计的还是挺有意思的。玩这种拼图要发挥你的想象力，我们斜着放试试。斜着也是不行的，反正就4块，我们多试几遍一定可以的。我怎么感觉这拼图有问题啊？是不是它比盘子还要大？第一块应该就是这样放的，它的斜边刚好是盘子的宽度。哎，我知道怎么拼了。还有最后一块。这款拼图难度挺高的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直角没有一个是靠在边上的，都是在中间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体育运动单杠小王子。先把这个小人装上去，按右边的小按钮，它会提腿收腹。我们掌握好节奏，利用惯性让它旋转起来。马卡洛夫大回环，回环360，回环720，继续加速旋转，瞅准时机按下左边的按钮让它跳出去。再来一次。最后再来一次，如果这次还失败的话，我就上去跳。我已经找到规律了，一定要让它快速的旋转起来，把惯性发挥到极致再脱手。今天我们用这个欧拉盘来预测一下今年世界杯的冠军是哪支球队。这是一个小型的液压机，分为2部分，一个底舱和一个力量很大的液压柱。我们将一颗小铁球放入底舱，然后将液压柱也放上去，开始加力。
可以看到，随着力量增加，小球慢慢的被压扁了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继续往下压，一直到底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可以将柱子拔出来了。可以看到，刚才的小铁球已经被压成了一枚硬币。你知道它的原理吗？